好，我是蕊希，花蕊的蕊，希望的希。今天你还好吗？无论你在哪儿，无论今天你经历了什么，我的声音都会一直陪着你。听完今天的故事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昨天晚上8点半，我刚到家就收到了我妈的视频电话，她张口就问我说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？一下子把我问住，我想不明白我到底干了啥。于是我一脸迷茫地回复她说，我很好啊，你为什么突然这样问？我妈长舒一口气，然后跟我说，因为我看你的朋友圈快半个月没有更新了，公众号上也没有发什么稿子，什么消息都没有，我跟你爸担心你。听完这段话，我真的又想哭又想笑。其实我来北京已经3年了，我在这边工作稳定，住房稳定，还交了一些新朋友，但我妈还是会动不动地担心我一个人在外面孤单，没人照应。可能在父母眼中，只要孩子不在眼前，他们就做不到完全放心。想当初我说要来北漂的时候，我妈心里10000个不愿意，因为在她看来，女孩子留在老家当老师是最好的选择。可是最后她还是妥协了，因为比起自己的安心，她更想让我开心。一直以来，我妈都是一个含蓄拘谨又不善于表达爱的女人，她很少当面夸奖我，也很少会跟我说一些暖心或者肉麻的话。但是我记得我临走的那天，她很温柔地跟我说，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，遇到事儿要跟家里人说，爸妈没指望你挣多少钱，干出什么名堂，但你把自己照顾好比什么都重要。说完之后，他眼眶湿润，但又很快平复下来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。那天是我爸送我去车站的，我妈只是站在门口远远地目送我离开，等我彻底消失在她的视线之后，才转身回屋。我记得那天一路上，火车在不停地往前开着，故乡的景色一直不停地往后倒退。我突然想到一段话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，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，就是父母对孩子的。转眼已经过去3年，我在这个城市变得越来越独立，爸妈也越来越放心。可是很多时候，我还是想要避免一切可能让他们担心的事儿。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恋爱，但这件事儿我没跟家里讲，因为男朋友不是本地人，我妈也暗示过我很多次，找对象咱别找太远的。后来有一次我跟我妈聊天，她就问我说，之前有一个算命大姐说你今年5、6月份会脱单，但都9月了也没动静。其实我当时特别想撒个谎就糊弄过去，说自己还单身，但我看着她满眼关心的样子，我向她坦白。她听完之后又惊又喜，两眼放光地问我说，什么时候谈的，是哪里的人，让我快仔细跟她说说。我说家是外地的，现在在北京，谈了3个月。说完之后，我不敢再看她的眼睛，我以为她会生气会反对，但她听完之后很豁达地告诉我说，没事儿，外地就外地的，反正你们常年都在外工作，回家时间本来也不长，只要你喜欢，人家对你好，妈妈不反对。之前单身的时候，我问过我妈一个问题，我以后如果不想结婚，不想生孩子，可以吗？作为一个农村传统女性，我妈说了一番话，我至今印象深刻。她说，我不支持，因为我希望你能够勇敢尝试这种幸福，如果觉得不好，离婚我也很支持，但我也不反对，如果你想过这样的生活，那就要把自己过好，
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思想上，都要做好准备。不过说来说去，人生是你自己的，你决定就好。我无比庆幸自己拥有一个如此开明的妈妈。要知道，不是每一个父母都能够真的理解并且尊重子女的婚育意愿。这些年，我见过被父母疯狂催婚的人，见过被父母催着生2胎的人，也见过因为离婚和家里闹翻的人，所以我从未想过我妈妈会接受一个不结婚的孩子。她真的在为了我妥协让步，只要事情的终点是我愿意我开心，她就支持。都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，但我相信父母和孩子之间是有的。孩子的快乐会在父母眼里放大很多，孩子的痛苦也会被他们放大很多。对他们来说，只要孩子好好生活，就比什么都重要。所以今天我想跟我爸我妈说，别担心，我在他乡挺好的。